主席唯一一次客串电影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却留下了影史的绝版名场面。很多人看过无数红色影视，见过各式各样扮演伟人的演员，但极少有人知道，有且仅有一次，伟人亲自走进镜头，简简单单一个落笔动作，就成为了80年都无法超越的经典画面。这段珍贵画面就在1943年上映的纪录片《南泥湾》里。其实这部影片最初的名字并不叫南泥湾，它原名为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》，是延安电影团硬扛着绝境拍出来的纪实影片。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，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，日军疯狂扫荡华北根据地，实行囚笼政策，严密封锁物资运输通道，外加外部经济封锁，物资断供，边区缺粮、缺药、缺衣物，军民度日如年，抗战压力达到顶峰。1942年的陕北处境格外艰难，由于外部物资封锁严密，外界很难看到边区真实样貌，恶意抹黑的谣言层出不穷。为了撕开舆论壁垒，展示军民真实生存状态，同时记录359旅开荒自救、屯垦戍边的壮举。上级下达拍摄指令，由钱小章担任导演，吴应贤、徐肖兵担任摄影，扛起笨重摄影机进驻南泥湾。当时的拍摄条件放到现在，没人能够想象，全套设备纯靠手摇运转，没有电动马达，摄影师必须稳住节奏，匀速摇动，画面才不会抖动。物资匮乏，正规胶片根本供不应求，摄制组只能使用搜罗来的过期柯达正片拍摄，总共仅用了1500英尺胶片，没有供电设备，夜晚完全无法拍摄，没有专业暗房，拍完的胶片只能从沿河边挑水冲洗，靠自然天光晾干成像。工作人员也没有固定拍摄场地，常年趴在清凉山岩石上取景，白天靠自然光拍摄，就连字幕制作都要追着太阳光完成。摄制组扎根南泥湾数月，跟着359旅的战士同吃同住，镜头忠实记录下开荒、种地、练兵、秋收的全部画面，黄土坡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最真实的生活写照。影片临近收尾时，吴应贤萌生了一个想法，他专程赶往枣园，希望伟人能为这部纪实影片题字加持。没人料到，这个简单的请求促成了影史独一无二的珍贵镜头。毛主席待人随和亲切，半点架子都没有，体谅摄制组拍摄不易，爽快答应配合录制全程。起初，伟人在窑洞内准备提笔写字，可窑洞里光线昏暗，老旧胶片感光能力极差，拍出来只会是一片模糊。为了拍出清晰画面，工作人员临时把铺着白纸的木桌搬到院子里，明亮自然光下，伟人抬手整理衣襟，从容走到桌前，摄影机悄悄运转，默默定格全过程。挥毫落笔之间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8个字一气呵成。短短几十秒画面，没有华丽镜头包装，却碾压无数刻意雕琢的影视片段。这也是伟人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走进拍摄镜头，以本人真实样貌留存动态影像。很多出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会模仿神态举止，但这一帧画面无可复刻，而且镜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头发随性自然，完全不像后世画像里那样精心梳理。那时候战士吃紧，日夜操劳国事，根本没有多余精力顾及仪表外表，这份朴素随性的状态，刚好把当年抗战最艰难时期的不易实实在在体现了出来。这部简陋的黑白纪录片在当年掀起了超乎我们想象的浪潮。影片公映后，打破了外界对边区的恶意造谣，直白粗糙的画面让所有人看清荒凉泥湾如何变成陕北江南，看懂军民自力更生的坚韧力量。原本物资匮乏的边区，靠着影片传播，提振了全民生产斗志，也让更多人真切读懂艰苦奋斗的深层含义。放在当下，这部影片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它不是艺术加工的影视作品，而是带时间烙印的真实史料。那8个毛笔大字，那道落笔身影，是一代人对抗绝境的精神图腾。而这一次南泥湾开荒，只是无数救国行动里的冰山一角。当时物资枯竭，民生艰难，毛主席率先推行精兵简政，砍掉冗余机构，把所有资源全部倾斜给前线和普通百姓，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稳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牢牢守住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不让侵略者踏碎华夏土地。哪怕战事焦灼，腹背受敌，也始终坚持以民为本，减轻百姓赋税，推行土地政策，让底层农民有地种有饭吃。熬过最黑暗的抗战岁月后，毛主席又带领人民冲破重重阻碍，打赢解放战争，彻底推翻压迫百姓的旧制度，终结旧中国常年战乱四分五裂，被列强随意拿捏的屈辱局面，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挺直脊梁，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满目疮痍的国土百废待兴，国内没有成熟工业体系，农业生产落后，文教医疗更是一片空白。毛主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从零起步，优先搭建重工业骨架，完善基础工业体系，彻底摆脱工业受制于人的窘境，
大力兴修江河水利，治理水患灾害，守护沿岸百姓家园，全面开展扫盲运动，打破文盲困局，让普通民众也能读书识字，开阔眼界。同时完善医疗体系，改善民生福利，没有华丽的口号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夯实国家根基。我们如今不用挨饿受冻，远离战乱动荡，拥有安稳平凡的生活，全部都是那一代人在绝境中咬牙坚守，在泥泞里负重前行，一点一点为后人打拼铺垫出来的。从头到尾，毛主席都在践行纪录片里写下的那8字真言。如今80年光阴流转，胶片早已泛黄磨损，可那句落笔写下的真言永远不会过时。